想象一下，一位研究复杂系统的物理学博士，因为在网上转发了几条推文，结果被判入狱。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电影情节？但它却真实发生了。这不单单是一桩案件，更像是一场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体系，也就是法律和科学之间的正面较量。今天，咱们就来深入聊聊这场思想上的对决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句话真的很有分量，对吧？说这话的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陈经元博士，而这句话就出自他在监狱里写下的一份非常特别的文件，我们待会儿会详细聊到它。这句话也为整个故事定下了一个沉重又充满张力的基调。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他叫陈经元。你猜的是干什么呢？他可不是什么活动家，而是一位物理学博士，专门研究那种特别高深的非线性复杂系统。就是这个身份让整件事变得特别有意思，甚至有点荒诞。那么这样一位科学家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法庭文件上白纸黑字写着，罪名是寻衅滋事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在2019年到2022年这几年里，在推特上转了些帖子。对，你没听错，就是转了些帖子。所以你看，整个案子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几条转发对上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定义很宽泛的罪名。好，那么面对这样的指控，官方这边是怎么处理的呢？咱们就顺着法庭的卷宗来看看官方的裁决过程和给出的理由。你看这个时间线，整个过程可以说进行的相当快，从被抓到最后判决下来，总共还不到1年。而且这里有个关键点，你看他提了上诉，对吧？但这个上诉连开庭审理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被驳回了。所以法院到底是怎么给他定的罪呢？咱们具体来看，判决书里主要说了3点。第一，说他用了软件去上国外的社交平台；第二，说他在上面散布了虚假言论；第三，也是最关键的，说他这些行为造成了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你看，就是这3条一条一条的，最后拼出了这个1年8个月的判决。这句话就是从判决书里原话摘出来的，可以说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法院的态度和立场。这就不只是针对秦经元一个人的案子了，它更像是在画一条线，告诉所有人，网络上的言论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法律。好了，判决下来了，一般人可能就认了，对吧？但别忘了，陈经元可是一位科学家，他没有沉默，相反，他在监狱里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他写了一份将近2万字的文件，名字就叫《狱中自辩及控告写书》。你听这名字就知道分量不轻。这东西啊，已经远远超出一份普通的上诉状了。这完全就是一场用知识和理性发起的反击战。那这份所谓的血书到底特别在哪儿呢？你看，它不是单纯的在讲法律，它里面有法律申诉，没错，但同时它又像一篇科学论文，甚至是一份哲学宣言。有人把它跟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甚至是哈维尔他们那些人在狱中写的著作相提并论。这你就能感觉到他想干嘛了。他想把这个案子从一个刑事案件上升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去讨论。所以他的策略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换个场地打。他觉得如果就在法律条文这个小圈子里跟你辩，那肯定是输，所以他干脆把整个战场给扩大了。他要把检方从他们熟悉的法律领域拉到他自己的主场，也就是科学、哲学和逻辑的领域。他要用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来瓦解掉整个指控的根基。好，那说的这么玄乎，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咱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用他的知识武器来一个一个地拆解掉法院判决里的那3个核心论点的。首先，咱们来看第一个，关于虚假信息。法院的逻辑很简单，你转的那些政治漫画啊、个人观点呢，这些都是假的。但陈经元不这么看，他直接从哲学层面，也就是认识论来反驳。他说，你看，艺术、情感、观点这些东西本质上都是主观的，他们就没法用真或假来衡量。这就好比我画一份讽刺漫画，你怎么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它是假的呢？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频道的事儿嘛，对不对？好，再来看第2个点，
关于明知，法院的假设是这样的：你陈经元是博士啊，文化水平这么高，那你理应能分清是非对错，所以你肯定是明知故犯。这个逻辑听起来是不是很顺？但陈经元的回应就更有意思了。他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说，恰恰相反，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整个思想基础是怀疑。他甚至搬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理论——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简单来说，这个定理就是告诉我们，任何知识体系都是不完美的，总有它证明不了的东西。所以，要想100%的确信某个观点是假的，这在逻辑上根本就做不到。最后，也是最精彩的一点，就是关于严重混乱的指控。这一下可就正好撞到陈经元的专业枪口上了。作为复杂系统专家，他终于可以亮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了。他把整个社交网络比作一个复杂系统，然后用了一个叫自组织临界性的理论来分析。他说，你们看，我的 Twitter 账号粉丝还不到100个，在这个巨大的网络系统里，我顶多算是一个弱小的节点。我这点能量就像往大海里扔一粒沙子，怎么可能引发一场系统性的雪崩，也就是你们说的严重混乱呢？这从科学上讲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嘛。好了，你看，一边是按部就班的法律程序，另一边呢是一道来自科学和哲学的，可以说有点降维打击味道的辩护。那么，当这两种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的逻辑系统碰到一起，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法院给出的理由就这么简单一句话：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你看，这句话真的太关键了，他一下子就点出了整个冲突的核心。陈经元洋洋洒洒写了2万字，他提交的不是一张纸、一个物证，他提交的是一整套全新的思想和逻辑。但在法律的框架里，这些不算证据，所以结果也就没什么悬念了。最终的裁决就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你看，法律这台精密的机器啊，还是按照它自己既定的程序一步一步的运转，最终得出了和一开始同样的结果。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陈经元难道不知道这么做在法律上可能没什么用吗？他花了那么大功夫在监狱里写下这2万字，如果不是为了打赢官司，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他自己在学说里说得很清楚，他的目标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寻求无罪释放，他更想做的是为历史留下一份完整的记录，一份关于一个学者如何因为转发帖子而被定罪的记录，一份关于那些被当成罪证的推文到底是什么的记录，以及最重要的一份关于这场思想对决全过程的记录。他最后说的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有力量。你看，他是在干什么？他是在把检方用来给他定罪的所谓犯罪铁证，反过来变成指控对方的历史铁证。这就像是武侠小说里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只不过他用的武器是文字和历史。他想用这种方式把这份判决永远的记录下来。所以这个故事讲到之后啊，其实留下了一个没有答案但又特别重要的问题。当一套法律体系和一套知识体系在一个法庭上发生了这样根本性的碰撞，他们说的甚至都不是同一种语言的时候，到底谁说了算？或者说什么才能成为我们评判一切的最终的证据呢？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标准答案，但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想一想。